甫为何被称为诗圣呢？一般来说，称呼某人是圣人，主要是指其道德修养极为高超，堪称楷模。但是在圣字前面加上定语，就是指某人在专业领域当中的学识或技能有极高成就，比如画圣、书圣等等。杜甫的诗圣名头是经过漫长的积淀、感化和震撼了无数人之后才加冕的。他在唐朝时名气和影响力其实并不大，当时诗坛的双子星是李白和王维。杜甫出身官宦世家，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和家庭教育熏陶，怀抱治君尧舜、治国救世的远大政治理想，具有诗人症的强烈的孔孟圣人情怀。他年轻时虽然四处游历求官，但时运不济，仕途坎坷。安史之乱以后，杜甫四处漂泊，居无定所，艰难苦恨繁霜鬓，潦倒新停浊酒杯是他的生活常态。这期间他食尽了人情冷暖，饱尝了人间疾苦，遍历人生艰辛，防不避寒，缺衣少食，甚至到了小儿饿死的悲惨境地。他深刻体会了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，在思想上有了很大改变。悲情的呼出竹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的千古绝唱。我们读杜甫的诗，难得惊悚，总能感受到那强烈的感世伤时、忧国忧民的情绪，感受到儒家人物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由于杜甫挣扎于社会底层，有着艰难困苦的人生经历，他的诗歌当中苍生疾苦、时局危难，都是心心念念难于忘怀的。有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，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文人士大夫情怀。他在诗中体恤民情，直陈时弊，有着深沉的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和悲天悯人的博爱精神。比如著名的三吏三别，杜甫的一生可以说是悲凉的一生，多难的一生。杜甫一生颠沛流离，郁郁不得志，过得十分悲催，最后潦倒困顿，死于船上，怎一个惨字了得。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不幸的遭遇，使他更近地和劳动人民打成了一片，亲身感受和体验了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，这才有了他现实主义的史诗性杰作。后人评价唐朝大诗人时，常认为李白是天才，杜甫是地才，王维是人才，李贺是鬼才。杜甫的确不像李白那样是个骄傲放旷的天纵之才，他的思想没有李贺那般狂放不羁，自命不凡，写诗没有李白斗酒诗百篇，飘然思不群的潇洒。杜甫的是扎根于脚下这片土地，更接地气。虽然是地狱之才，但是他认为诗是无家，诗是安身立命的资本，所以他刻苦用功，深信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，常常是银安一个字，碾断数经须。虽不像李贺那般呕心沥血的吟诗，但是也在艺术的道路上孜孜以求。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。所以李白戏赠杜甫才说：借问别来太瘦生，总为从前作诗苦。从艺术的角度来看，他的诗歌重体兼备，无所不精，在反映民生社会时，都选用乐府和古体叙事，戏剧入微，感染力极强。杜甫被称为诗圣，在于他有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和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。他把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表现到了极致，堪称史诗性的杰作。杜甫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，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，深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所处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社会生活画面，也揭示出了社会动荡、政治黑暗、人民生活的疾苦。所以后人尊称他为诗圣的同时，也被誉为诗史。欢迎关注我的频道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。